味道。这个叫什么？鸡头萝卜丝饼，鸡头米是鸡头米，鸡头米是桂花烧的。这个不是鸡头米，不是。啊，有吗？鸡有头桂花糖水的。那不能尝尝？是什么？是我粥是吗？不是粥，是桂花糖做成的鸡头米，是一个是苏州的特色。尝一尝，尝一你到尝。网上就搜到了，我给你做一份啊。嗯。糖要吧？要。啊。就是应该怎么做咱就怎么做，我们尝尝。做苏州的口味啊。对。这是桂花。很多人都喜欢拍照。没见过，我们那边没有。没有，这有苏州有的是特产的，我给你这2个夹出来。哎，这个就单吃就行，不用就不用，这个就是这样吃。萝卜饼，萝卜丝饼3角包，糯米做的。3角包啊。嗯。一擦就出来了。苏州人都要吃的，早上一早吃，这是一种药材，它是补气血的。你们今天刚到苏州？昨天到的。昨天到的。昨天去那边卓永园那边玩了一圈了，已经。昨天就看见您在这儿卖，所以天有点晚了，就没在这吃。咱俩是吃吧，不用，我们拿着吃就行了。拿着吃，一边走一边吃吧。谢谢您。谢谢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哎呀，真的够。我们刚才路过了一个苏州，这是一个什么古巷吧，基本上没有太完全被商业开发的那种。然后看一个在自己家里卖早点的一个老婆婆，他们家卖的这个是，反正是鸡头米。鸡头米。实际上看上去就像是黄豆煮的水，但是吃上去感觉味道还是挺香的。他说苏州人很多早上起来都拿这个煮这个吃早点。这豆子很软，有点像玉米粒儿的感觉，但是比玉米粒儿要更加饱满，更加软糯。这个我刚才查了一下，这个其实就是芡实。苏州很多像那个米糕什么的都加入芡实的那个米。它这个东西它不是石榴，长得香，而且也不是山竹，也很香。它是叫做水八仙。从这个里面剥开，我们看到这个爷爷正在手工的剥，把它剥开以后，里面就出来很多像榛子一样的这样外壳，然后把这个外壳剥出来呢，才是我们吃到的这个鸡头米，就是芡实，还挺复杂的，完全就是手工剥制的。这个汤呢，刚才看奶奶做的时候，应该只是搁了糖，搁了桂花，然后很甜，桂花虽然只搁了一点点，但是味道非常浓，和这个芡实的米香味融合在一起。然后刚才还买了2个小吃，也是他们苏州当地的小吃。这个是3角糕，这3角糕里面是用糯米做的，刚才奶奶说。它外面那层皮应该是用糯米粉做的，然后还有面，然后里面包着糯米。看看，没有太复杂的、太多层次的那种口感，就是比较纯的那种糯米的味道，还有一些酱油。它外面这层皮儿，我也应该只有面，不知道有没有糯米，因为皮儿还是比较薄的，皮儿很薄，外面很脆脆的，有点像我们那边糖果子外面那层皮儿。这里面只有糯米，是没有其他的馅料的。这个是萝卜糕，这个把它包成一个这种蛋挞的形状。这个萝卜糕外面也是包的面，然后经过炸制的，里面就是白萝卜。这个馅儿不大，我觉得这个的皮比较厚，而且这个里面的白萝卜也应该是
没有经过腌制或者加其他的调料，就是原汁原味的白萝卜，所以咬上去一口，那个白萝卜那种味道还是非常重的。萝卜的清香和面的味道都是它这个东西原本的味道，没有太多的复杂的味道，所以反而很清香，很好吃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这个苏州人的早点应该就是吃这些。然后感觉刚才的早点呢没吃饱，但是那个芡实的那个汤呢，感觉有点惊艳到我了，感觉回去以后想自己买点自己做。然后来了苏州以后呢，对他们这儿那种各种粥，像糖粥还有桂花粥有点分不太清楚。然后今天咱买了一个糖粥的，尝尝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美女，好嘞，搅拌一下啊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个粥呢，上面是撒的那个桂花，然后下面有一层桂花酱，桂花和糖熬的那个酱，然后底下是粥。这个粥里面应该有白米、黑米、糯米，没有红豆，这个是没有红豆的。因为这个粥它本身是不甜的，它就靠上面的这个汁儿来提味儿，所以刚才阿姨告诉我，吃的时候要搅拌一下，这样刚好。其实太甜了会腻。这桂花的味道很重。我们等会儿就回去了，然后早点呢，感觉吃的还是挺充实的。我们一边喝粥呢，就结束了今天的早点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就要回天津了。像我一个爱吃甜的人，对这儿的各种东西都是甜味儿，感觉还是很习惯的，也很喜欢。如果不太爱吃甜的人呢，可能来这儿会觉得有点不太习惯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呢，欢迎点赞和订阅。好了，就到这里吧，拜拜。